怎么闻到个乖乖味道的那个面包，我觉得蛮酷的。但是这个焦糖的感觉，我觉得又没有很够，就比较像一般的糖粒，还蛮怀旧。然后也让我们想起很多个夜晚，大家在泡维力炸酱面吃面的感觉。它这个面啊是非常厚，这个已经接近板条等级的面，所以口感弹性非常好，整个咬下去会有爆浆感的焦糖奶油馅的感觉，内馅混合这个达克瓦兹的这个蛋糕体的话，让你不会觉得很干，然后外面非常酥脆。大家好，我是 Jesse。那我们这集的话，又要来介绍 Seven 这期的新品。那 Seven 这期新品主打一个很怀旧，就是我们以前吃过很多东西，然后再用很创新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新的产品。那我们就一一帮大家揭晓。那第一个的话，我帮大家开箱的是这一次 Seven 新品跟乖乖合作联名的几样产品。第一个是跟乖乖联名的这个奶油椰子堡，对，这个就是这次跟乖乖联名的。然后这个奶油椰子堡啊，一打开啊，就可以直接很明显的闻到那个椰奶乖乖的那个味道，超级明显，就是直接好像觉得，怎么闻到个乖乖味道的那个面包，我觉得蛮酷的。对，可以帮大家试试看看，大家有去看到便利商店的话，也可以去买买看，就是乖乖的面包。Seven 这次跟乖乖联名的这个奶油椰子卷，其实这个我觉得蛮厉害的是，它打开的那个封面图给大家看，它里面啊，其实这个奶油涂得非常厚，然后它除了奶油涂得很厚以外，加上它有加一些很像乖乖的一些小碎粒，但不是真的乖乖哦，就是感觉是缩小版的乖乖，他们独特出来的这种乖乖椰奶口味的这种小碎粒加里面，所以它的口感层次非常丰富，非常好。它的奶油很厚，然后吃起来也有一点爆浆感觉。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是奶油，我觉得有点过甜，8到9分糖，其实是蛮甜的。然后那个乖乖的碎粒啊，我觉得很好吃，因为那个乖乖碎粒加上很厚的奶油，那个咬下去的层次感非常好。然后那个乖乖碎粒不像一般我们真实乖乖那种感觉，真实的乖乖是有一点比较偏空气感比较重的，那这个碎粒是蛮扎实的那个碎粒，所以口感非常好，有点很像在咬巧克力夹心饼干的那种碎粒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面包啊，它有一点太干了，我觉得蛮干柴的，里面有点太扎实了，我觉得再做更蓬松一点会比较好。因为太扎实的话，会变得就是咬起来非常干。虽然里面的层次很好，但是外面的干有时候会破坏到它原本层次很好的这个部分。它是一个不错、蛮特别的口味，真的很新奇，亮点很多的一个乖乖的面包。但是有2个小缺点是，面包体有点过干，然后奶油有点过甜。不然整体来讲，我觉得还不错哦，就是还蛮怀旧的。就是如果你常常以前有吃乖乖的话，再吃这个会觉得蛮有怀旧感的，我觉得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再来一个是，乖乖联名的香浓巧克力雷仔卷。那我刚刚一直在查这个雷仔到底是什么，是这个乖乖这个 IP 的图案，这个小朋友叫雷仔吗？还是什么？我其实有点查不太到所以雷仔卷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大家可以帮我解惑一下。那就帮大家试试看这个香浓巧克力雷仔卷。那这个话，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种螺旋面包的这个巧克力，有一点点看起来蛮普通的，因为这种面包的话很常见。那不知道它这次跟乖乖联名会不会比较特别？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帮大家试吃完这个香浓巧克力雷仔卷，乖乖联名这个，整体的话跟一般我们常吃的这种类似螺旋面包加巧克力，那种类似口感，我觉得都差不多，整体感觉都差不多。乖乖的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它这里面的这个巧克力内馅啊，里面是有夹饼干碎粒的，所以咬起来层次感会蛮特别。就是除了面包跟酱的口感以外，在吃面包途中，它会掺杂很多的均匀的巧克力碎粒在这个巧克力酱里面，会增加它的口感，我觉得不错。然后巧克力的甜度比起一般我们常见的像这种螺旋面包巧克力酱的话，我觉得甜度稍低一点，大概就是6到7分糖，因为一般这种的话大概就是全糖的。对，所以这个的话糖度稍微比较没那么高，又有比较特别的巧克力碎粒，是这一个巧克力雷仔卷的这个特色。但是除了这2个特色，我觉得就跟一般这种螺旋面包加巧克力的，我觉得没有差别太多，亮点没有像前面那个奶油椰子堡那个那么特别。这个话就稍微比较普通，就比较像是加了一点碎粒，然后可能跟乖乖联名的一个新出的产品，我觉得亮点不多。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这2个选的话，
你想要尝试一下比较新奇的款式品相的话，你可以选择前面那个奶油椰子堡，这个话我觉得稍显普通，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再来是这一期算是这近1个月的新品啊，也不完全是这一期，因为这个话比较难买，刚好我后来有看到有买到了，这个就是焦糖海盐小可颂。那这个焦糖海盐小可颂啊，一打开包装就会闻到很浓的那种，我觉得有点像类似炭烤的味道，就是刚出炉烤面包的味道，就是我觉得很香。对，然后它的话是烤的酥脆的。那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焦糖海盐小可颂。吃完这个焦糖海盐小可颂，它的话超级无敌酥脆，它不像我们有时候前面有一些可颂，我们觉得它比较像面包，它是超级酥脆，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会掉超级无敌多屑屑。它的表皮烤的就是很焦脆感，而且它不是真的只有表皮，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颜色啊，它大概烤到可能第5、第6层都还有这种酥脆感。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也不是大缺点啦，就是它的表层糖粒非常多，非常多糖粒，可能要迎合它这个焦糖的这个感觉，所以它那个糖粒很多，所以它其实是属于偏甜的产品。乍看一下觉得好像还好，但它其实是蛮甜的哦。但是除了很甜以外，我觉得整体的层次感还有口感，我觉得是很棒，很好吃，只是比较小一点而已。对，它就是2个小小的小可颂。比较可惜是，它有说它这个是焦糖海盐小可颂，但是这个焦糖的感觉我觉得又没有很够，就比较像一般的糖粒。那个海盐我反而就也真的比较少吃出来，我已经吃了在1颗的半个了。对，海盐的那种海盐的咸味，我反而觉得没什么吃到。那焦糖的话比较偏一般的糖粒的味道，没有很重的焦糖感，有一点点，但是我刚仔细去体验是我觉得比较少的。这2个是我觉得跟他们的品名比较图文不符的部分，就是焦糖跟海盐部分。但是扣除这2个话，它是本身是一个超级酥脆、很好吃的小可颂。这个的话就看大家啦，因为如果你是冲着焦糖跟海盐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点小失望。但是可颂本身是很好吃的，那大家可以自己评估看看。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期一个蛮特别的，也是台湾很在地的一个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维力炸酱面拌面堡。对，这就是所谓的我们以前很常见的炒面面包，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吧。然后它是用维力炸酱面做的炒面面包，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维力炸酱面炒面面包，很特别吧？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维力炸酱面拌面堡，就是我们所说的维力炸酱面炒面面包啊，它其实各方面就是真的就是还原所有我们经典的一些元素，就是维力炸酱面就是我们泡面最常吃的炸酱面的感觉，不管是它调的味道啊，或者它的口感，就跟泡面泡出来完全没有两样，这就没有意义。然后外面那个热狗面包啊，就跟我们一般在 7 常见的大汉堡一样，就是大汉堡加这个维力炸酱面，就跟我们很早以前，可能10-20年前在师大夜市很流行的那个炒面面包，就基本上一模一样。那这个也没什么好评论的，因为维力炸酱面就很好吃，7的热狗面包也就是很柔软、很 Q 弹。那这2个夹在一起，大致上大家应该也都可以想象得到。维力炸酱面的炒面面包感觉是怎么样，味道是怎么样？好吃的维力炸酱面配上热狗面包，那7这次推出这个组合就是还蛮怀旧，然后也让我们想起很多个夜晚大家在泡维力炸酱面吃面的感觉。推出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我会一直买的一个组合，就是维力炸酱面这个面包。对，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参考看，要不要去试试看这个怀旧的味道。我的话是觉得还不错，我是会一直买的那一类型的客人。下一个这个是蒜蓉虾拌面，对，这一期的出的一个拌面，就是也是算是很台湾味，因为其实蒜蓉这个东西呢，可能除了在中国大陆会比较常用到，一般其他国家料理是比较少蒜蓉酱这种东西。再一打开就会闻到非常非常重的那种蒜味，就是它那个蒜泥应该是非常多的。对，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蒜蓉虾拌面，第一个它这个面啊是非常厚，这个已经接近板条等级的面，所以口感弹性非常好。然后这个酱啊，就这个面的这个味道超级无敌重的蒜味，其实我觉得很好吃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排斥蒜味，甚至有时候会喜欢蒜味比较多一点的人，所以这个蒜味真的超级刷嘴，就是它不会辣，但是它会让你整个变得很香。但是呢，可能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可能吃完的话，嘴巴残留的味道会稍微比较久，因为这超级无敌蒜的，就是超级浓的蒜味。那味道很好，然后面的口感也非常好，然后它给了3只虾子，其实蛮大只的哦，这是蛮大只的3只虾子。那这3只虾子的话，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那这个虾子啊，口感也是超级好，也是超级新鲜、超级脆的。它不像一般的，加热便当里面的虾子是比较干扁的，它是很蓬、很大只的，口感是非常脆的，味道也是非常鲜甜的。所以这一个蒜蓉鲜虾拌面，我觉得很推荐哦，超推荐，又很够味，然后又很好吃，口感、味道都是一级棒，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是这一期的一个甜点，它是焦糖生甜甜圈，它是这个昂苏巴黎出的这个焦糖生甜甜圈。其实昂苏巴黎有出过很多生甜甜圈，但这一期出的是焦糖，所以这期蛮多焦糖相关的产品，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昂苏巴黎出的这个焦糖生甜甜圈，这个焦糖生甜甜圈呢，其实就跟一般昂苏巴黎一样，他们其实就是甜甜圈做的很厚，然后馅也蛮饱满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一直出下去，出很多口味的理由。那这本身的口感还有味道都很好。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是，这个比起我们刚刚前面一点介绍那个焦糖可颂，它的焦糖味浓很多哦。不会像刚刚前面那个焦糖可颂，它是可能是比较单纯的甜味，那焦糖味比较少。那这个话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真的是焦糖味很重的一个生甜甜圈。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里面的内馅啊，其实给的是很饱满，所以整个咬下去会有爆浆感的焦糖奶油馅的感觉，是我觉得是蛮符合它这个品相的取名。那面包一样很柔软，那很爆浆的焦糖味。有一点微甜，大概7到8分，但这种甜甜圈没办法，不要全糖化，我就已经觉得很偷笑了。所以它的话就是以甜甜圈来讲，不会到超死甜，整个口感还有爆浆感，还有最重要的焦糖味，我觉得都还算做的还蛮好。所以这个话焦糖生甜甜圈，我觉得就还算蛮推荐的。这个昂苏巴黎的焦糖生甜甜圈，最后一个也是这个拉蒂尔斯的焦糖海盐达克瓦兹，这就是这一期出的这个焦糖海盐达克瓦兹。那它的话打开是这样子，其实达克瓦兹一般都没有办法做到很大啦。那它是这样子，我们就帮大家试吃看看。这个达克瓦兹其实也做的还不错哦，就是一般达克瓦兹应有的外酥内软的感觉，它也是做的非常好。其实以前有吃过 Seven 出的这个达克瓦兹啊，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水准，我觉得就是他们水准都算蛮高的。以达克瓦兹来讲啊，就是不会做到就是里面很干，因为我知道有些达克瓦兹里面稍微干一点，它内馅也给的还蛮好的，也还算蛮多的，所以内馅混合这个达克瓦兹的这个蛋糕体的话，让你不会觉得很干，然后外面非常酥脆，那酥脆外酥内软，然后它的甜味也还算没有到很死甜，也大概7、8分糖。对，然后焦糖味这个也比前面那个可颂还要来得好，所以这整个还算是蛮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拉蒂尔斯的焦糖达克瓦兹。那我们这期 Seven 的部分品项大致上都介绍到这边。那这期的 Seven 我们一样会帮大家分2集介绍，也是出了一堆产品，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个月都出一堆产品。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帮大家把剩下 Seven 的剩余品项一起介绍完。那这集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